只因女孩是一名孤儿，自幼在寄养家庭长大，为摆脱养父的骚扰与养母的虐待，16岁的乔丽娜毅然决定嫁给20岁的马芬。马芬虽智力不高，但全心全意地爱着乔丽娜，并承诺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这也是乔丽娜接受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然而马芬毕竟太年轻，心智尚未成熟，仅靠为舅舅菲利普打工维持生计，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暂居在舅舅家。而舅舅菲利普和舅妈凯文对待乔丽娜的态度截然不同。凯文打心底看不起乔丽娜，言语间满是不屑。Do you know how to cook? Oh, of course, Aunt Kay. I'm not your Aunt Jolene. 而舅舅菲利普的态度却颇为微妙，他对乔丽娜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热情，言谈举止之间隐约透着一股暧昧的气息。往后的日子更是毫无顾忌，小两口还未起床，他就闯进卧室为乔丽娜送上生日祝福。Happy birthday, sweet Jolene. 还趁四下无人，在乔丽娜面前故意显摆自己。这天，凯文安排乔丽娜独自在家打扫卫生。菲利普中途归来，听见厨房传来动感音乐声，他循着音乐来到厨房，只见乔丽娜趴在地上擦拭地板，身姿婀娜地随着音乐轻轻摇摆。菲利普被这般景象所吸引，一时情难自抑，将她一把抱起，带进了卧室。单纯的乔丽娜没有反抗，而是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乔丽娜逐渐被菲利普的成熟气质与独特魅力所吸引，菲利普很快便占据了她的情感世界，两人陷入了一段不伦之恋。不过这段错乱的恋情没能维系多久，很快就被发现了。这天，凯文和马芬提前回到家中，凯文听到卧室传来男女嬉戏的声音，他轻轻打开门，不堪的一幕出现了。凯文将乔丽娜赶出了家，他蜷缩在墙角，惊慌失措地痛哭着。而这时，屋内传来了打斗的声音。不一会儿，满脸是血的马芬走了出来。乔丽娜痛哭着向马芬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但马芬无法接受妻子的背叛与道歉。他径直开车来到了一座大桥上，跨过围栏，只是最后看了一眼这荒唐的世界，然后便生无可恋地跳了下去。得知马芬的死讯后，乔丽娜一度陷入极度的悲伤中无法自拔，因为她是孤儿，而且还未成年。她被福利机构收容，暂时安置在一个庇护所里。他们专门请来了一位心理医生，为乔丽娜做心理评估。当医生询问起她对马芬的感受时，乔丽娜回答道：“她很爱我，没有人能像她一样善待我。”但当医生问你爱马芬吗，她只是回答说我想念他。而医生问她想菲利普吗，她却沉默了。年轻的乔丽娜根本不知道好与爱之间的区别，对现在的她来说，谁对她好就是爱她的表现。过后，经过心理医生的评估，她被判定精神上有问题，被送进了少年疯人院接受治疗。而就在这段时间，菲利普被妻子凯文以强奸罪告上了法庭。一脸懵懂的乔丽娜坐上了证人席。起初，乔丽娜并不知道这对菲利普而言意味着什么，直到看到他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憔悴的面容，才知道后果已无法挽回。而凯文却流露出得意的笑容。而在疯人院的日子，封闭而又压抑的环境让人崩溃，每天都会有病人受不了而自残，这让乔丽娜简直喘不过气。然而让她感到庆幸的是，她遇到了护理员辛迪，他对乔丽娜非常的照顾，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乔丽娜喜欢绘画，辛迪会特意安排单独的房间给她安心创作。而辛迪之所以对乔丽娜关照，其实另有目的。一天，两人在走廊上聊天，辛迪风趣幽默的谈吐让沉闷已久的乔丽娜发自内心的大笑。在这愉快的瞬间，辛迪情不自禁地伸手轻抚乔丽娜的长发，又在她额间落下一吻，目光中饱含深情。面对辛迪饱含爱意的试探，乔丽娜并未抗拒。在这令人窒息的境地里，柔弱的她太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从此，乔丽娜成为了辛迪的专属伴侣。在那些被刻意模糊了性别界限的亲密时刻，乔丽娜唯一能做的便是缓缓合上双眼。经过一段时间后，辛迪对乔丽娜的感情愈发浓烈，他不想再和乔丽娜这样偷偷摸摸下去。夜里，辛迪利用职务之便，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乔丽娜偷偷带出了疯人院，将她藏匿在自己家中。辛迪每天都将乔丽娜打扮得美艳动人，却又不允许她踏出家门半步，完全是想把乔丽娜变成一只关在家里的宠物。而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如同从一个牢笼落入另一个牢笼，同样让乔丽娜感到窒息。为了挣脱束缚，重获自由，乔丽娜趁辛迪去上班之际，偷偷逃跑了出来，坐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她一路辗转，来到了西部城市凤凰城，在一家快餐店做起了招待。她穿着轮滑鞋，熟练地穿梭在顾客之间送餐。因为年轻漂亮且性感，得到了很多男顾客的眷顾，同时也招来了很多的仰慕者。性格放荡不羁的阿杰便是其中之一。阿杰狂野中带着浪漫，对乔丽娜百般殷切，还特意为她创作情歌。乔丽娜自然招架不住这般热烈的追求，答应了他的约会。在舞厅，阿杰自信地展现着自己独特的奇葩舞姿，他并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只为博乔丽娜一笑。舞会结束后，阿杰将她带到一家门面酷炫的刺青店前停下。原来阿杰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纹身师，这家刺青店正是他的。
看着店内各式炫酷图案，乔琳娜满心感慨，坦言自己也酷爱绘画。得知他有绘画专长，阿杰盛情邀请他来店里工作，既能发挥特长，又能赚取丰厚报酬。乔琳娜欣然应允。在阿杰的提议下，他也在身上留下了终身的印记，她的少女心也彻底沦陷。第二天，按耐不住的乔琳娜马上辞去了快餐店的工作，准备搬去和阿杰一起同住。她的决定让同事不可理喻，一再提醒她阿杰不靠谱。You're gonna get hurt, Jolene. I see what he sees in you. Thank you. I cannot see what you see in him. 这个问题让他不知如何回答。此时的乔琳娜依然单纯且幼稚，她的爱情观就是有人表达出对她的喜欢，便会无条件的接受。经过一段短暂的相处，两人的关系变得愈发亲密。一天，阿杰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向乔琳娜求婚，可乔琳娜并没有接受。她坦白了自己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不想再草率结婚。 Hell, as I understand it, neither of us has a past to write home about. What counts is this very moment, and future moments. And all the other moments is just bullshit. I love you, Jolene. 在阿杰一番深情的游说下，乔琳娜还是答应了阿杰的求婚。可此时的她对阿杰的底细根本一无所知，而这个草率的决定也再次让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婚后，阿杰行踪开始变得神神秘秘的。乔琳娜觉得不对劲，便偷偷跟踪他，竟意外发现阿杰原来是个瘾君子，而且还贩毒。他不断地向乔琳娜解释着，自己是为了创作灵感才吸食毒品，而贩毒是为了让乔琳娜过上更好的生活，并向乔琳娜承诺不会再做贩毒的勾当。善良的乔琳娜最终原谅了他。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晚上，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并且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Coco Roger. Who wants to know? Mrs. Coco Roger? The wife? You mean ex-wife, right? He didn't tell you, did he? Listen, you little slut. I have spent every fucking cent I have tracking down that bastard. Do not waste my time. Fucking find him.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乔琳娜手足无措，而随后回来的阿杰却对这一幕异常淡定。他悠然自得地带着老婆孩子扬长而去，把乔琳娜一个人留在了店里。他被气得火冒三丈，为了发泄心中的怒气，他把店里能砸的都砸了，却无意中还发现了阿杰藏匿的毒品和现金。于是他拿走了所有现金，将毒品倒在了桌上，取下结婚戒指，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再次坐上了长途汽车。乔琳娜的第二次婚姻再次以失败告终。被伤害的乔琳娜又重新踏上了新的旅途。2年后，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一间夜总会里，乔琳娜正依偎着钢管，展现着婀娜的舞姿。现在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且性感，已经是夜总会的头牌舞娘，并拥有无数的仰慕者。而在离舞台很远的角落里，总有一位低调的特殊客人，他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大佬萨尔。他对待乔琳娜始终彬彬有礼且温文儒雅，尽显绅士风度。这种举止令乔琳娜对他既怀有敬畏，又深表欣赏。一天，萨尔邀请乔琳娜到自己的豪宅做客，屋内精致的收藏品深深吸引着她。而与此同时，萨尔也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Jolene, stop dancing and move in with me. Are you serious? I told you once, I never say anything I don't mean. And I never go back on my word. This is for you. There's no limit on it. You could have your own beauty parlor,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 spa, maid service every morning. All you have to do is say yes. Why me? You could have anybody you want. I don't want anybody else. I want you. 面对萨尔如此真挚的表白，乔琳娜深受触动，她欣然接受了萨尔。随着时光匆匆流逝，在萨尔全心全意的陪伴下，乔琳娜逐渐完成了内在的蜕变与成长，展现出独特而卓越的气质。而在萨尔身上，她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爱的真谛。原来爱与被爱可以那么幸福。然而好景不长，这天乔琳娜被突然叫醒，萨尔神情慌张，让她换好衣服先去楼下等自己。可她等了许久，迟迟不见萨尔的身影。当乔琳娜再次回到家中，却看到了萨尔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因为生意上的纠纷，萨尔惨遭仇家枪杀，并且屋内还传来凶手在寻找自己的声音。乔琳娜慌忙逃离，跑到了荒郊野外。一瞬间，乔琳娜便失去了所有，未来变得迷茫无措。1年后，乔琳娜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她在一家商业公司担任前台接待，她专注于工作，希望凭借自身努力过上安稳的生活。如今的她更显成熟优雅，然而那份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却在不经意间再次为她的人生带来转折。为了能赚取外快，乔琳娜偶尔会到一个高档会所做临时招待。也正是在这里，她清新脱俗的外貌引起了商业巨子布拉德的注意。布拉德随即对乔琳娜展开了追求。Redhead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scent. Kind of like warm milk.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可乔琳娜对布拉德并不感兴趣。
可第二天，他便收到了布拉德送来的鲜花，并且还有一张约会邀请卡。May I have the honor of your company for dinner tonight? Brad G. Benton? Oh my god. You know Brad Benton? Do you know who he is? Jolene,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Nobody says no to a Benton around here.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job. It wouldn't fire me for not going out with them. 为了能保住工作，乔琳娜不得已只能按时赴约。在相处中，乔琳娜发现布拉德的性格偏执而又骄横，但对乔琳娜对他提出的建议，他会很虚心的接受且认真的做出改变。这也让乔琳娜对布拉德渐渐产生了一丝好感。在一次布拉德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上，布拉德让服务生递给乔琳娜一封信件。乔琳娜以为是什么惊喜，可打开信后却是满脸震惊。I fired you from Benton. What's wrong with you? Why the hell would you fire me? 正当乔琳娜对布拉德的行为怒不可遏时，布拉德突然单膝跪地，郑重地向她提出了求婚。Will you marry me? Please say yes. 经历过多次感情的他，再也不是恋爱脑。他认真地提醒布拉德，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可布拉德很诚恳地表示，自己爱的是现在的乔琳娜，并不在乎她的过往。他只想牵笔之手，共度余生。面对这样诚恳而真挚的求婚，乔琳娜最终还是答应了布拉德。乔琳娜迎来了人生中的第3段婚姻。然而结婚当天，布拉德的父母并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他们始终不认可这个毫无背景的儿媳妇。一场没有祝福的婚姻，似乎早已注定了不幸。洞房花烛夜，亲热中的布拉德看到了乔琳娜身上的纹身，他的内心掀起了波澜，却选择了隐忍。时间很快过去了1年，这时乔琳娜已经怀孕数月。可乔琳娜身上的纹身始终让布拉德耿耿于怀。这天深夜，看着身边的乔琳娜，他终于按耐不住，他叫醒了乔琳娜，询问起乔琳娜的过往情事。 You've slept with other men, have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y are you asking me this?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been bothering me a lot lately. But when we first met, you said that it didn't matter. Just answer the question. You knew I wasn't a virgin when we married. You see, Jolene, it's easy for me. I can count mine on one hand. Now, if you'd been with one guy, or maybe even 2 guy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you wouldn't forget. But if you've been with a lot of guys, then I guess it gets kind of hard to keep track of that, right? 此时的布拉德的心态已经极度扭曲，情绪激动地开始嘲讽着乔琳娜。 20, 30, 50? Hundreds, thousands. You feel better? 愤怒的布拉德独自跑到沙发上生闷气。乔琳娜好心想去安抚他，他却反手打了乔琳娜。可第二天，他又带着乔琳娜去到教堂向她忏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寻求乔琳娜的原谅。心软的乔琳娜还是选择原谅了他。不久后，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乔琳娜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也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变故再次将她推向深渊。在这段时间里，看不起她的公公和婆婆并没闲着，他们竟私下对她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看到调查结果的布拉德暴跳如雷。 Fucking whore! 被家暴的乔琳娜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她走进了妇女救助中心，想找律师帮自己维权。然而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她的案子。相比乔琳娜被家暴的遭遇，她的不光彩的过去反而被更多人诟病。因为隐瞒过去的婚史，公公婆婆大做文章，对她进行了控告。警察直接强制逮捕了她，并带走了她的孩子。乔琳娜不仅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无助的她再次踏上了新的旅程。经历了无数坎坷的乔琳娜，并未向命运低头。她来到了好莱坞，凭借自身绘画的天赋，成为了一家漫画公司的设计总监。她将自己过往的感情经历都画成了插画，记录下了那些颠沛与成长。从懵懂无知的少女到成熟稳重的职业女性，几段失败的感情经历让她不再轻信爱情，也不再依赖任何人。当她在街边见到一个貌似自己孩子的小男孩时，恍惚间幻想着自己成为了好莱坞明星，将孩子接回身边。可苦涩的泪水又将她唤醒，她轻轻一笑，心中已然明了，只要心存理想，就有前行的目标。人生本就是一段接一段的旅程，只要还在路上，就能创造无限的可能。